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04年11月23號，亦即係感恩節嘅前2日 ，Robbins Academy 嘅其中一位創辦人 Diane 遲遲都冇去到學院返工。除咗創辦人嘅身份之外，58歲嘅 Diane 亦都係該學院嘅首席英文導師。呢間位於 San Antonio 嘅學院同傳統嘅學校唔同，佢專門接收冇辦法適應傳統教育體系嘅學生，同埋因為紀律問題而被學校開除嘅學生，幫助佢哋重新投入學習。Diane願意將學生當成朋友，聆聽佢哋嘅問題，並耐心咁輔導佢哋，所以好受學生嘅愛戴。另外，佢亦都好擅長發掘學生嘅長處，並持續鼓勵佢哋，增加佢哋嘅自信。好多問題學生都喺佢嘅循循善誘之下，重新揾返咗學習嘅樂趣。所以大家都會稱呼Diane為 The Miracle Worker。Diane 好有責任感，就算臨時有事唔可以嚟到學院返工，佢都一定會打電話請假，絕對唔會無故曠工。學院嘅同事一直都冇辦法聯絡到佢，所以佢哋就決定去到Diane嘅屋企度睇下。同事撳咗門鐘，但係冇人出嚟應門。跟住佢哋喺窗口度望到屋入邊非常凌亂，所以就馬上報警。警方到達現場之後，發現屋入邊一片狼藉，成間屋都被抄到亂七八糟，大部分嘅電器都俾人搬走咗。Diane架車唔喺車房度，就連Diane平時用嚟傍身嘅手槍亦都唔見咗。客廳嘅梳化度有一個彈窿，但係現場並冇發現血跡。之後鑑證人員喺一個酒樽度採集到一隻唔完整嘅指紋，而呢隻指紋並唔屬於Diane。跟住警方喺主人房度發現咗一個空嘅安全套包裝紙，同埋一對網球鞋，其中一隻鞋嘅鞋帶唔見咗。另外Diane嘅銀包仲留咗喺張台度，但係提款卡就唔見咗。飯台上有3張 ATM 收據，提款時間係前一晚嘅8點鐘左右，但係就因為密碼錯誤而提款失敗。呢一點令警方非常肯定提款嘅人一定唔係Diane，而Diane好有可能係被作案人帶走咗。於是警方對Diane展開咗背景調查，希望可以從佢身邊嘅人着手調查。Diane有2個已經成年嘅仔女，自從Diane離婚之後，佢就一直獨居到而家，所以冇人知道佢到底去咗邊度。Diane有一個居住喺達拉斯嘅法官男朋友，佢同警方講自己前一晚身在達拉斯，佢哋仲喺夜晚6點嘅時候通過電話，電話記錄亦都證實咗佢嘅證詞。佢哋嘅感情穩定，已經到咗談婚論嫁嘅階段，而男朋友亦都冇傷害Diane嘅動機，所以佢嘅嫌疑好快就被排除咗。之後警方根據 ATM 收據上嘅 ATM 編號揾到咗 ATM 嘅位置。呢個 ATM 位於Diane屋企附近嘅一間油站度。於是警方 check 咗油站嘅 CCTV， 發現當晚提款嘅係一位高高瘦瘦嘅黑人男子。不過因為密碼錯誤，所以佢未能成功提款。之後佢哋又喺另一間油站嘅 CCTV 度發現一個戴住帽嘅年輕女子用咗Diane嘅提款卡撳錢。呢一次佢輸入咗正確嘅密碼，並成功領取咗400美元。而佢哋揸嘅車睇起嚟好似係Diane架車。呢個時候有人打電話報警，話喺郊外地區發現咗一架正在燃燒嘅汽車。喺消防員救熄咗場火之後，警方證實咗呢架車係屬於Diane噶。好彩嘅係Diane並冇喺車入邊。目擊者同警方講，佢見到一架白色嘅 pickup 離開咗現場，可惜佢冇睇清楚車牌號碼。不過佢表示車入邊有一男一女，而佢哋嘅特徵同拎咗Diane提款卡嘅一男一女吻合。於是警方即刻對呢2名疑犯同埋佢哋架 pickup 發出咗通緝令，並喺當地展開咗大規模嘅搜查。警方好快就喺一間汽車旅館嘅停車場度發現咗嫌疑車輛，並逮捕咗呢2名疑犯。警方喺酒店房入邊揾到咗屬於Diane嘅手槍、行李篋同埋電器。呢2名疑犯分別係33歲嘅Ronnie同埋佢15歲嘅女 Pearl。
佢哋只係承認自己偷咗大恩架車，但係就否認自己同大恩嘅失蹤有關。Ronnie 表示佢當時喺一間洗車店度洗車，跟住佢見到大恩架車泊咗喺嗰度，佢嘅車門打開咗，車匙仲插咗喺車入邊，入邊仲有一啲電器，佢冇辦法抗拒咁大嘅誘惑，所以就將大恩架車偷走咗。當 Ronnie 被問到佢係點樣拎到大恩嘅提款卡嗰陣，佢表示大恩嘅提款卡就放咗喺架車嘅雜物箱度，入邊仲有一張寫住提款卡密碼嘅字條。佢喺新聞度得知大恩失蹤嘅消息，佢驚自己會被捲入失蹤案，所以就決定將大恩架車燒毀，希望可以同案件撇清關係。之後警方調查咗 Ronnie 嘅電話記錄，發現佢喺案發當晚10點42分曾經打咗個電話俾前妻 Elisa。Elisa 表示佢對大恩失蹤一事毫不知情。Ronnie 當晚只係同佢講佢賺咗一啲錢，之後可以帶佢一齊去 shopping。深入調查之後，警方得知 Ronnie 啱啱放監出嚟，佢有厚厚嘅案底，多次因為搶劫同埋非法持有武器而不斷出入監獄。另外，警方亦都發現 Ronnie 時不時都會去到大恩嘅屋企進行除草工作，而 Ronnie 嘅指紋亦都同酒樽上嘅指紋吻合。不過咁樣只可以證明 Ronnie 曾經去過大恩嘅屋企，並唔可以證明佢同大恩嘅失蹤有關。佢哋當務之急就係要揾到大恩，於是警方決定向 Per 入手。雖然佢哋唔知道 Per 喺大恩嘅失蹤案入邊扮演住乜嘢角色，不過佢哋都係希望 Per 可以開口話俾佢哋知大恩到底喺邊度。萬萬估唔到 Per 同 Ronnie 一樣表現得非常唔合作，佢一直守口如瓶，唔願意開口。直到佢哋被扣留嘅10日之後， Per 改變咗主意，佢願意轉做污點證人指證爸爸，並交代咗令人不安嘅案件真相。Per 表示，自從 Ronnie 第一次幫大恩除草之後，佢就開始對大恩嘅財產虎視眈眈，並密謀要搶走佢嘅錢，所以佢經常都會喺同大恩傾閒偈嘅時候，故意提起佢同 Per 相依為命、日子艱苦嘅事。當時善良嘅大恩仲送咗一套舊千秋俾 Per， 為咗表示感激， Ronnie 仲特登帶咗 Per 上門多謝大恩。或者係因為身為教育工作者嘅使命感，佢好關心 Per， 經常問起佢喺學校嘅事，希望可以指引佢走向康莊大道。案發當晚大約7點半， Per 撳咗大恩嘅門鐘，佢表示爸爸架車喺附近死咗火，所以想要同大恩借電話搵拖車過嚟。大恩不疑有他咁俾 Per 入屋，一進入間屋， Per 就即刻用槍指住大恩，並打開咗側門俾 Ronnie 入嚟。跟住 Ronnie 拆咗大恩網球鞋嘅鞋帶，將佢嘅雙手綁住。之後佢拎咗大恩支槍同埋提款卡，並要求大恩同佢講 ATM 密碼。跟住佢叫 Per 繼續睇住大恩，而佢就去到附近嘅油站撳錢。臨走之前仲飲咗一啖酒，佢就係咁樣留低咗指紋。由於大恩俾咗佢錯誤嘅密碼，所以 Ronnie 好嬲。佢返到咗大恩嘅屋企，威脅大恩，如果佢唔講出正確密碼嘅話，佢就殺咗佢隻貓。期間佢仲對梳化開咗一槍作為警告。最終大恩妥協咗，並話咗俾佢知正確嘅密碼。跟住 Ronnie 將提款失敗嘅收據抌咗喺飯台度，將屋企抄到亂七八糟，再將電器搬入咗大恩架車。仲唔知足嘅 Ronnie 將大恩拉咗入間房，並性侵咗佢。而 Per 就全程喺旁邊用槍指住大恩。完事之後 Ronnie 逼大恩上車，並嚟到咗另一間油站。呢一次 Per 負責落車撳錢，並成功拎出咗400美元。之後佢哋將大恩帶到荒郊野外，用行刑式嘅方法解決咗佢。喺生命嘅最後一刻，大恩留低咗一句遺言：保佑呢個細路。跟住Ronnie 就喺現場打咗個電話俾前妻，並同佢講自己賺咗一啲錢，可以帶佢去 shopping。為咗避免夜長夢多， Ronnie 選擇將大恩架車燒毀，希望可以毀滅證據。第二日
Per 帶住警方嚟到咗棄屍地點，佢哋喺一處灌木叢度揾到咗Diane已經開始腐爛嘅遺體。佢嘅身上有5處槍傷，雙手被深藍色嘅鞋帶綁住。彈道測試證實，子彈係由Diane嘅手槍所發射出嚟㗎。除此之外，法醫亦都喺體內採集到 Ronnie 嘅 DNA， 呢啲證據亦都證明咗 Per 並冇講大話。喺案件嘅真相被公開之後，大眾都一面倒咁譴責 Ronnie 嘅惡行，但係更加令人感到不解嘅係，點解 Ronnie 作案嘅時候要帶住自己個女，而15歲嘅 Per 點解又願意同爸爸一齊作案？隨住兩父女嘅生活一啲一啲咁俾人公開，大家先至了解到 Per 喺咁多年嚟所遭遇嘅痛苦經歷。原來 Per 嘅生母 Elisa 先後同唔同嘅男人生咗10個仔女，而 Per 係當中唯一嘅混血兒，所以一直都好唔受歡迎，亦都冇得到太多嘅關心。之後 Elisa 因為冇辦法照顧咁多個仔女，所以 Per 嘅監護權就落到咗嫲嫲嘅手中。Per 自從出世之後就從來都冇見過生父 Ronnie， 因為 Ronnie 當時坐緊監。直到 Per 稍微大個啲之後，佢先第一次見到喺監獄入邊嘅 Ronnie。喺 Per 13歲嗰年 ，Ronnie 放咗監，而呢個時候亦都係 Per 噩夢嘅開始。Ronnie 啱啱放監冇耐就性侵咗 Per。由於 Ronnie 同媽媽一齊住，所以佢嘅屋企人都知道呢件事，但係就冇人出手干預。而 Per 亦都唔知道自己可以揾邊個幫手。佢試過離家出走，不過最後都係會輾轉返到 Ronnie 嘅身邊。之後 Ronnie 仲會頻繁咁逼 Per 同其他嘅男人進行性交易，賺錢為自己買毒品。呢段時間 Ronnie 仲帶住 Per 一齊飲酒吸毒，過住糜爛嘅生活。隨住時間嘅推移， Per 亦都漸漸對呢種生活感到麻木。佢開始對 Ronnie 言聽計從，所以當爸爸提出要打劫Diane嘅時候， Per 並冇反對，或者係話佢知道就算反對亦都冇用。事實上 Per 因為經常離家出走，所以亦都引起咗兒童保護中心嘅注意。中心評估咗 Per 嘅處境，不過 Ronnie 嘅屋企人就處處維護住佢，所以中心最後亦都只能夠俾 Per 返到爸爸嘅身邊。更加令人心噏嘅係 Per 喺拘留所度被發現有咗 BB， 而經手人就係 Ronnie。呢件事曝光之後，大眾都開始質疑中心嘅審核機制，譴責佢哋因為審核上嘅疏忽而未能及時發現 Per 嘅真實遭遇，導致悲劇發生。2006年2月21號，本案正式開審。為咗脫罪， Ronnie 竟然喺庭上稱自己有智力障礙，並表示 Per 先至係開槍嘅人。不過智力評估就證明咗佢嘅智力完全正常。最終 Ronnie 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死刑。而 Per 就因為同警方合作講出真相，最終獲刑30年。2010年21歲嘅 Per 被假釋出獄。假釋委員會經過咗多方面嘅考量，包括 Per 喺案發當時仲未成年，同埋佢長期受到不人道嘅對待等因素，加上佢最終決定同警方合作講出真相，所以先會決定俾佢一個重新融入社會嘅機會。同年6月 Ronnie 喺獄中服食過量藥物自殺，終年39歲。